陈平低头沉思，心中隐隐觉得此事与魔族脱不了干系。魔族一直妄图打破封印，释放魔魂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如今雷音中被盗，时间又恰好临近100年之期，这绝非巧合。道长，我这儿有个主意。陈平抬起头，从储物戒把龙纹钟给拿了出来，看向无极道长，我手中有一口龙纹钟，虽比不上雷音钟，但也是一件宝物。我想或许可以在龙纹钟上绘制符文，模仿雷音钟的功效，先试试能否镇压魔魂。无极道长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看向陈平手中的龙纹钟，仔细端详片刻后微微点头，此钟材质不凡，若能绘制符文，或许真有一试的可能。只是绘制符文并非易事，需要精通符咒之术的高手。道长，这事儿交给我和胡大师。陈平转头看向胡麻子，胡麻子拍着胸脯保证，没错，画符文老子在行，只要有合适的材料，保证能在龙纹钟上画出厉害的符文。无极道长当即吩咐弟子取来绘制符文所需的材料，皆是蕴含雷系灵力的矿石粉末以及特制的灵笔、符纸。陈平和胡麻子寻了一处安静的房间，开始闭关绘制符文。两人日夜不停，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强大的精神力，在龙纹钟上一笔一画地绘制着符文。每一道符文都蕴含着两人的灵力与心血，与钟身的龙纹相互呼应。几日过去，龙纹钟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，散发出一股神秘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雷音山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道道黑色的魔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，凄厉的嘶吼声回荡在山间。10万魔魂似乎察觉到了封印的松动，开始疯狂冲击。来不及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敲响龙纹钟。陈平大喝一声，与胡麻子一同将龙纹钟抬到山顶的平台上。陈平运转灵力，双手握住钟锤，狠狠砸向龙纹钟。当一声巨响，龙纹钟发出一声沉闷的钟声，声音传遍整个雷音山。钟声响起的瞬间，那些魔影似乎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制，原本疯狂冲击的势头为之一顿。然而魔魂的力量太过强大，仅仅片刻之后便又开始疯狂冲击封印。只见龙纹钟上的符文光芒闪烁，不断抵挡着魔魂的冲击，但还是有部分魔魂突破了封印，朝着山顶扑来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龙纹钟上的龙纹突然闪烁起耀眼的金光，紧接着金光凝聚，化作一条巨大的青龙。青龙仰天长啸，声震天地，随后挥动着巨大的爪子，将那些突破封印的魔魂一一拍碎。魔魂暂时被镇压了下去，但众人都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。龙纹钟虽然强大，但并非专门用于镇压魔魂，怕是无法长时间维持封印，必须尽快找回雷音钟。陈平脸色凝重，看向无极道长，道长，我觉得偷雷音钟的人必定是想放出魔魂，极有可能与魔族有关。我和胡大师这就下山去调查此事。道长您则带领弟子守好龙纹钟，务必稳住封印。无极道长点头，神色坚定，好，一切就拜托你们了。雷音观上下定会竭尽全力守住龙纹钟，不让魔魂冲出。陈平和胡麻子告别无极道长，朝着山下飞去。他们深知时间紧迫，一旦魔魂全部冲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次调查，他们不仅要找回雷音钟，还要揪出幕后黑手，彻底斩断魔族的阴谋。离开雷音山后，陈平与胡麻子直奔清风镇。此前小翠赠予的令牌还在陈平怀中，那令牌对应的消息楼正是6重天内少有的敢涉足各方势力秘闻的情报据点，只要付得起代价，几乎没有他们查不到的消息。两人落在清风镇东头的巷口，巷子深处藏着一间不起眼的木屋，木屋门楣上刻着一道细微的齿轮纹路，正是消息楼的标记。胡麻子刚要推门，陈平却抬手拦住他，指尖拧起一缕灵力，在门环上按出小翠令牌的同款花纹。吱呀一声，木门自动向内开启，屋内弥漫着淡淡的墨香。一名穿着青色劲装、
面蒙轻纱的女子正坐在案前整理卷宗，她抬眼扫过两人，目光在陈平手中的令牌上顿了顿，语气平淡：消息楼只认令牌不认人。两位要查什么？先说好，涉及神国秘辛或神殿核心计划，需支付上品仙石，且不保证信息完整。我们要查3天前雷音山雷音中被盗一事。陈平将令牌放在案上，包括当晚雷音山附近出现的所有势力踪迹、异常灵力波动，以及近期与魔魂封印相关的交易记录。女子拿起令牌抹撒片刻，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水晶球，将令牌贴在球面上。水晶球瞬间亮起蓝光，映出一行小字：五重天消息，楼主亲授令牌，权限甲等，可调用6重天东部3月内情报。他收起水晶球，转身从书架上抽出3卷泛黄的卷宗，放在两人面前。雷音中被盗当晚，消息楼在雷音山外围的探子共记录到3种异常气息。第一种是神殿6殿的蚀骨黑气，探子在山北坡发现了黑袍人的踪迹，他们似乎在牵制雷音观的巡逻弟子。第二种是神国的圣纹神力，在山南的溪流里检测到了银色神纹的残留，与神卫战甲上的纹路一致。第三种，女子顿了顿，语气多了几分凝重，是恶道殿的辅心邪气。在中庭附近的草丛里找到了半张画着骷髅纹的符咒边角，符咒材质与五重天恶道殿分殿使用的完全一致。胡麻子猛地拍在案上，震得卷宗都跳了起来。他娘的，这3个狗东西不是向来不对付吗？神国看不起神殿6殿的邪术，神殿又恨恶道殿抢他们的炼药资源，怎么会凑到一块偷中？陈平没有急着开口，而是拿起那半张符咒边角仔细查看。符咒边缘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邪气，与当初在五重天恶道殿分殿遇到的气息如出一辙。但更诡异的是，符咒背面竟刻着一道淡淡的神纹，那神纹的样式与此前在神国公主裙摆上看到的金色纹路有7分相似。这符咒不对劲。陈平指尖凝聚灵力，轻轻点在符咒上。恶道殿的符咒从不会刻神纹，除非是有人故意将神国的气息嫁接到恶道殿的符咒上，或者这3方本就有勾结。轻纱女子闻言，又递来一份卷宗。两位若是不信，可看看这份交易记录。半个月前，有个戴着青铜面具的人在消息楼发布任务，高价收购雷音山封印符文结构，而接单的人同时与神殿6殿、神国暗部、恶道殿都有资金往来，只是那人身份隐蔽，我们暂时没查到他的真实面目。胡麻子凑过去扫了眼卷宗上的交易金额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家伙，足足10万上品仙石。这狗东西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借10万魔魂搅乱6重天？陈平合上卷宗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神殿6殿想借魔魂削弱雷音观和神国的实力，好趁机扩张地盘。神国里怕是有叛徒想借魔魂制造混乱，推翻现任国主。毕竟神国公主逃婚一事本就说明神国内部有分歧。至于恶道殿，他们一直想抓强大的魂魄炼制成魂煞丹，10万魔魂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原料。轻纱女子点点头，陈先生分析的没错，不过还有个消息，或许对你们有用。昨晚神国的神卫突然封了神国神都的西城门，说是在追查偷取神国圣物的贼人，但据我们的探子观察，神卫真正在找的是一个能操控魔气的修士，那人似乎与恶道殿有关。陈平与胡麻子对视一眼，心中已有了方向。神卫突然封神都城门，必然与雷音中有关，说不定那操控魔气的修士就是负责运送雷音中的恶道殿之人。胡大师，我想要去神国一趟。这一次3个势力突然都跟着雷音中有牵连，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。神族之人一直都高傲无比，应该是不会修炼邪术。不过那神殿的6殿主就不一定了，神殿中的很多神族人都没什么骨气，所以我想了解下这神国，看看到的是什么情况。如果这神国、神殿跟着恶道殿真的勾连在一起，要想拿回雷音中，
那可就不容易了。离开消息楼后，陈平对着胡麻子说道：你自己一个人去神国太危险了，而且神国都是神族修士，一个个高傲无比，你去了直接就暴露了。况且你这样去，怕是连神都进不去的，人家也压根瞧不起你。胡麻子说道：放心，我有办法，他们不是正在抓公主吗？我可以帮神国把公主抓回去，那样就能够进入了。陈平说道。胡麻子一听，有些忧心忡忡，你真要抓那神国公主？先不说他身边说不定还有隐藏的护卫，就算抓到了，神国神都守卫森严，你带着个满心抵触的公主能进去吗？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公主去什么地方了，你去哪里抓呀？消息楼应该知道，我可以从消息楼得到消息。陈平说完，指尖抹撒着小翠赠予的令牌，很快识海里就出现了那神国公主的具体位置。陈平淡淡一笑，消息楼刚传了信，那公主躲在清风镇南的落霞谷，谷中只有她一人，没有神位跟随。至于进神国，只要她在我手里，神国就不会轻易对我动手，他们要的是完整的公主来联姻，绝不会让她出事。胡麻子还是觉得悬，却也知道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从储物袋里摸出几张隐身符，拿着。落霞谷有天然的灵力屏障，这符能帮你隐匿气息，要是实在不行，别硬来，咱们再想别的招。陈平接过符咒，随手贴在身上，身形瞬间融入周围的光影中。你留在清风镇，盯着消息楼的动静，一旦有雷音中的下落，立刻传讯给我，我最多10日必会从神国传消息回来。话音落，他御空而起，朝着落霞谷的方向飞去。落霞谷如其名，此时正值黄昏，漫天霞光洒在谷中，将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束染得愈发绚烂。谷中央的溪流边，那名身着白裙的神族公主正坐在一块青石上，指尖轻点水面，金色的神纹在水中泛起涟漪，正是此前被陈平与胡麻子所救的女子。陈平隐在树后，看着她眉宇间的愁绪，没有贸然现身，直到夕阳完全沉入地平线，暮色笼罩山谷，公主起身准备离开时，他才骤然出手，一道金色灵力瞬间缠住公主的手腕，将她的神通牢牢禁锢。公主惊怒回头，看到凭空出现的陈平，眼中满是警惕。是你？你想干什么？带你回神国。陈平语气平淡，指尖灵力收紧，神国正在四处找你，与其被神位抓回去受罚，不如跟我走，至少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对你动手动脚。公主挣扎着想要挣脱，可陈平的灵力如同铁钳般牢固，她动用体内神力，金色神纹在周身亮起，却被陈平另一只手打出的破邪符瞬间压制。别白费力气，你的修为不如我，再挣扎只会吃苦头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个地仙境一品修士，怎么可能困住我？公主不信，继续挣扎。可是无论她怎么挣扎，都没办法挣脱束缚。我就算是地仙境一品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。陈平淡淡一笑道：我死也不回神国。公主眼中闪过一丝决绝，竟要运转神力自伤。陈平见状，眼神一冷，上前一步，伸手抓住她的裙摆，做事就要往下扯。你若敢死，我现在就毁了你的贞洁。你觉得一个失了贞的神族公主，神国还会用你去联姻吗？到时候你不仅救不了自己，连你想保护的人也会被你连累。公主浑身一僵，脸上的决绝瞬间被惊恐取代。她身为神族公主，自小接受的教育便是贞洁重于性命，若是真被陈平这个人族修士毁了名节，她不仅会成为神国的笑柄，父亲为了颜面，说不定真会对她身边的人动手。你敢？公主的声音带着颤抖，却不敢再挣扎，只能恨恨地瞪着陈平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跟你走，但你若是敢对我不敬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拉你一起死。陈平松开手，收回灵力，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根捆仙索，将他的双手轻轻捆住，看似束缚，实则留了余地，不会伤他。放心，我只要你带我进神国皇宫，
自然会放你走。在此之前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否则我就脱裤子干你。陈平就像是一个大老粗，对着公主说道。公主一听，顿时脸红起来，双腿不由自主地夹紧了。她没想到陈平竟然说出这种粗鄙的话。公主咬着唇，看着手腕上的捆仙索，眼中满是屈辱，却终究没有再说什么。陈平不再多言，带着她御空而起，朝着神国神都的方向飞去。御空飞行约莫8个时辰，前方的天地骤然变了模样，原本稀疏的云层变得绵密如絮，泛着淡淡的金光，空气中的仙气浓郁的几乎要凝结成露。吸入一口，便觉经脉都在微微发烫。下方不再是寻常山脉的嶙峋岩石，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。